最近，日本向我国发起了抗议，说我国海军军舰进入了日本领海，已经侵犯了日本的主权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期，日本对我国发起了抗议，理由是我国的一艘军舰进入了日本领海，让日本方面十分担心，认为我国打算加强在此地的军事活动。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，我国的一艘 636A 型测量船越过了屋久岛12公里的领土界限，在口永良部岛停留了100分钟。由于这是中国海军今年第一次进入日本领海，再加上这艘测量船的敏感性，已经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巨大反响。日本政府也已经向我国提交了申诉，表示强烈关注。这事儿我们听到可能也会觉得很惊讶，因为我国海军在国际上一向都是循规守矩，不可能擅闯他人领海，更别提这种在他人领海停留将近2小时的事情了。从九州岛向南看，有着5大海峡，分别是大隅海峡、土嘎拉海峡、奄美海峡、宫古海峡和与那国海峡。其中大隅海峡和奄美海峡的宽度分别为34千米和60千米，因此只能通过一些侦察船、补给舰、护卫舰等小型军舰。与那国海峡的宽度有110千米，宫古海峡为270千米。这2大海峡可以通过一些大型军舰，而这4大海峡都有国际水道可以用于国际航行，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能从这4大海峡经过。宫古海峡更是我国辽宁号航母时常经过的航道。至于剩下的土嘎拉海峡，宽度虽然有着56千米，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这条海峡属于日本领海，并不适用于国际航行，因此关于这条海峡的相关报道很少。而本次引起日本政府抗议的也正是这条海峡。我军 636A 型测量船正是通过这条海峡进入了日本认为的所谓日本领海，并航行了近2小时。对于为什么宽度仅34千米的大隅海峡为何能成为国际水道，有着56千米宽度的土嘎拉海峡却不能成为国际水道，这事儿还得看美国。由于美国在日本驻扎了大量的军队，这些军队需要时常进行调动，绕过去走其他水道的话太费时间，所以在大隅海峡处，日本专门设置了3海里领海原则，而不是12海里，给美军留出了大量的空间通行，这样我军也能够通过这一海峡执行任务。对于日本所说的土嘎拉海峡属于日本领海，其实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不认可。即便是扣除掉24海里，土嘎拉海峡依旧有足够的空间作为国际水道通行。在这之前，虽说其他国家也不承认这全部是日本领海，但是为了避免惹上麻烦，一直都没有人经过。不过在后来，我国开创了通过土嘎拉海峡的先河，派出测量船通过了这一海峡。当时的日本政府同样是进行了抗议，但并没有什么用。自此，我国海军每年派出测量船通过这一海峡也成了固定任务。今年虽说是第一次，但也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国海军测量船本次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，完全是合乎国际相关法律的，并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。日本这次的抗议就和美国的炒作一样，大家无视就行。如果说我军真的进入了日本领海内的话，并且还是这么一艘测量船在日本领海内停靠近2小时，那么日本完全能够开火进行警告。可日本方面的选择却是派出了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、一架 P3C 侦察机和一艘白鹰号导弹驱逐舰，对这艘测量船进行跟踪监视。这番举动摆明就是盯着我军军舰，以防进入日本真正的领海。真要进了，那也不会是日本在这儿抗议了。身为日本大哥的美国早就第一个跳出来说我国侵犯他人国家主权了。没看到美国现在为了掩盖自己俄亥俄州的有毒物质泄露事件，是想尽一切办法的炒作中国。既然气球事件已经吸引不了大家的目光了，那就换个中国侵犯他国领海、调查船开人家里展开侦查的事件，这吸引力不比气球大得多。但很可惜，美国自己也知道这事儿的真相，
再这么炒作下去，也只是让自己丢人罢了。此外，日本政府才刚下决定，要从美国那儿采购500枚战斧导弹。有了战斧导弹的日本，将会成为一个拥有中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，已经突破了之前战败后签订的和平条约限制。此举显然就是为了针对台岛做出的决定。没有背后大哥的授意，日本政府可不敢冒着破坏协议、引发国内抗议的风险去采购导弹。我军这艘调查船既然能来这儿，也就意味着我军对这儿的情况也都心知肚明。再不老实点的话，那么下次过来的可能就是主力战舰了。